在荒山野岭中，却有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，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。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，外墙上还有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显得异常诡异。在2017年，有一部恐怖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虽然酒店看起来荒废了很久，但其实还在营业，可以在线预订房间。据说在周末，房间都会订满，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。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，让人看得毛骨悚然。很多人就留言劝告，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，否则呢会后悔的。小哥不信邪，决定来探险。酒店呢位于马来西亚，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，路上报废的汽车随处可见，显得非常荒凉。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新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而且越靠近酒店，手机的信号也变得很差。把车开进酒店停车场，就看到了一些报废的车辆，上面已经长满了苔藓。顺着楼梯往上走，在这一层却看到了正在晾晒的衣服，显得十分违和。但是再往上走，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。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一部电梯，但是按键完全没反应。奇怪的是，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，也不知道谁在控制电梯。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，一切突然变得正常起来，出现了一条购物街，人也多了起来。他找到一位店主询问，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一个大赌场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，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，所以呢这里怨气很重，确实也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，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曾经有一部恐怖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体验。小哥也决定在这里订上一间，亲自感受它的诡异。回房间的路上，看到了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，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。酒店管理员说，这间房子被诅咒过，曾经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。没事呢，尽量离它远一点。来到自己的房间，他还煞有其事的敲了3下门。没想到室内装修比想象的要好很多，但怪异的是，床上竟然装了个镜子。虽然在22楼，阳台呢却并没有封死，向外看去，一片雾蒙蒙的，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迹。小哥说不知为何，站在阳台上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。酒店管理员告诉他，这一片片红色的印记虽然看得很恐怖，但并不是血迹，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。来到晚上，酒店零星亮起了灯，气温开始骤降。睡到半夜，他直接被冻醒了。也许是因为风太大，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，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，不断吸引他去阳台。为了保命，小哥没敢再睡觉。如果给你1万块，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？这小区的大妈每天出门都要摸一摸这块水泥地，因为这地面实在反常，温度竟高达83度，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，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，蚂蚁爬过直接烤焦，连鸡蛋都能煎熟。可周围都不热，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，即使等到太阳下山，这块地方依然热浪逼人。小区居民都认为要么是漏电了，要么就是天然气泄漏了，接着找来电工师傅检查，发现并没有漏电。很快天然气公司也来了，他们用工具在地上探了半天，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一商量，决定挖开地面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可越往下挖温度越高，还伴随着阵阵白烟，一看温度计都快超过100度了。看到这反常的一幕，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。一听这话，几个工人吓坏了，说啥也不肯继续往下挖，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。物业赶紧请来几位专家调查真相，没想到专家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。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，接着拿出仪器一通检测，还好没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。为了找出真相，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。随着坑越刨越深，又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状况，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，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，白烟一下子也不见了。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，大家商议片刻，说还得继续挖。为了加快进度，大家又请来了钻探队。钻探队把一根长长的钻头打进了地下，一下就挖上来很多黄土，也就是说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。这时专家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，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。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，地球内部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，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。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，那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，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，地热也就被隔开了，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。小伙有车不坐，偏偏拿着摄像机钻进了后备箱，拍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小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车的后备箱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即便手动关闭，它还是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动打开。但除了这个路口外，后备箱一切正常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。大叔觉得这里可能发生过事故，自己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聊。第二天，摄像小哥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准备全程拍摄，想看看后备箱到底是怎么开的。接着开车经过路口，录像显示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。真的是奇怪，大家觉得应该是后备箱机械锁出了问题，来汽修店一通检修，发现机械锁是好的，
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大家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这肯定就是大叔车辆自己的问题。最后大家来到 4S 店，师傅发现车辆安装了后备箱远程遥控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遥控频率一样的话，开车经过后备箱就会被打开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。经过专业设备的搜索，还真找到了与遥控器相同频率的设备，就是路口这家店的感应门铃。大家拿感应门铃测试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。这时专家又说了，想要打开后备箱，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设备间的密码都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谜团解开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更换遥控器密码就好了。每天睡觉前，整个楼的人都要摸一摸水管，确定没动静才敢睡觉，因为一到半夜，公寓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，声音开始前水管就会震动，已经成了一种信号。哭声是从墙里传来的，声音大到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小哥说这声音听着非常恐怖，有多恐怖呢？接着打开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一般都会持续90分钟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公寓住户都听到过哭声，也录到过一样的声音，他们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。物业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，有人都不敢回家，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，记者拿着录到的声音去找专家，很快就发现了异常。专家表示这声音很有规律，更像是一种人为录制剪辑过的。简单来说，应该是有人专门录制了这个哭声，通过扬声器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到底是谁在搞恶作剧呢？大家在公寓安装了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接下来就等声音出现了。结果等了一晚上，完全没有声音，大家没有放弃，继续在公寓布置了更多摄像头，一直等了2天，声音都没再出现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农村大妈每隔2天就要买一条秋裤，却常常没有秋裤穿，因为她每天一睁眼，秋裤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，10天内就烂了8条。就算是新买的秋裤，也是穿一条烂一条，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。但同睡一张床的丈夫，秋裤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妈百思不得其解。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，出现这个情况后，还特意和丈夫换了位置，本以为没事了，但秋裤还是每天都破。她觉得床上肯定有什么小虫子，趁她睡觉咬破的，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，并没有找到什么虫子。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，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？可万万没想到，裤子还是照样烂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村民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，他们猜来猜去，觉得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这好像也说不通啊，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秋裤，偏偏只咬她呢？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，整天就睡在卧室里，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。由于他家后面就是山林，有村民提出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的，于是大家在山上进行了仔细搜索，并且在房子周围撒上了石灰。可几天过去了，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这时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，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呢？但这个猜测很快也被否定了，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村里有300多户人家，为什么只在大妈身上发生了这种事呢？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？丈夫说，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，唯一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，但窗户非常结实，不可能有人能通过。一番分析下来，排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但秋裤依旧每天破洞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。最后大家找来了专家，专家看着破洞边缘形状，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至于为啥不咬丈夫的秋裤，专家猜测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，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。最近频繁咬秋裤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，急需装修，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，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。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。